老公的前女友需要换肾，老公和婆婆竟把我打晕带到医院做手术。我强撑着最后一口气说，我要离婚。我回家继承我父亲的公司，决定开始反击。后面我才发现，老公和婆婆居然还有事情瞒着我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终于从昏迷中挣脱出来，慢慢的，眼前变得清新。我发现自己被绑在了一个冰冷的手术床上，心脏急促的跳动，仿佛要跳出喉咙。我用力挣动，但身体像被钢链锁住，无法动弹。突然间，耳边响起了冷冷的笑声，戳进了我的心里。是我老公崔进凯的声音，放心，不就是个尿毒症吗？别怕。他拉着一个女人的手，不用猜，那女人就是他的前女友赵雅瑶。赵雅瑶靠在他的肩膀上，还发出抽泣的声音，我不想就这么死了，我不想离开你。随着他们的谈话声渐渐传入耳中，婆婆也出现了，她正与一名医生急促地交谈。医生就拿江妮的肾换给雅瑶，事情我安排妥当的，你只管做手术。说着，婆婆从包里掏出一个大红包塞给医生。医生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点了点头。我努力想要喊叫，但喉咙像被锁住了一样，发不出声音。眼泪悄然滑落，医生拿着手术刀向我靠近。我闭上眼，想要逃避眼前这令人痛心的现实，但泪水却止不住地流。过去的日子，我的生活充满了奢华和璀璨。每个周末的宴会，我总是穿着高定礼服，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。可是，那些看似完美的日子里，我缺少了温暖，缺少了家的感觉。自从母亲去世后，父亲为了生意总是四处奔波，他留给我的只是一座空空的大房子和冷冰冰的钱。我讨厌这种生活，讨厌这种虚伪的世界。当我遇见崔进凯时，我被他的真诚和温暖所打动。他不像我认识的那些富家子弟，他的笑，他的话，他的一切都让我感到温暖。我渴望这样简单而真实的感觉，渴望一种不同于过去的生活。我们的初识很简单，却也温馨。那天下着小雨，我站在路边等待着出租车。他走了过来，为我撑起了伞，温柔地说：“小心感冒。”从那一刻起，我知道我找到了我想要的生活和爱情。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和他走到一起。我放弃了富裕的生活，放弃了父亲给我的一切。我想要和他一起过上简单的生活。那段时间是我生命中最快乐、最真实的时光。每天，我们一起做饭，一起看电视，一起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。可是现在看来，那些所谓的真诚和温暖都变成了讽刺。在这个冰冷的手术室里，我想，也许我一开始就错了，错在对这个世界的美好抱了太多的幻想。我强忍着身体的痛苦，努力保持清醒。医生拿着针管，准备扎进我的皮肤里。我怒吼出声：“住手！”他们显然没料到我会醒来。崔进凯尤其吓了一跳，脸色煞白：“你得救救雅瑶，你什么都有。一颗肾而已，你爸会再给你买一个的。”赵雅瑶站在他身后，依然抽泣着：“姐姐要是不同意就算了，我死了算了。”婆婆走到我身边来：“雅瑶都要死了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吧？我们会补偿你的。”看着他们，我突然间觉得可笑至极。我咬着牙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但我绝不让他们留下来。婆婆给医生一个眼神，示意他动手。我用尽全身的力气，声嘶力竭地威胁医生：“你知道我父亲是谁吗？他是姜志业，
如果你们敢动我一根汗毛，我保证你一辈子都会后悔。”这是我和父亲闹掰后，我第一次在外人面前讲出他的名字。医生的脸色明显变了，他看着我，又看了看我崔静凯和婆婆，显然他害怕了。你们怎么没人告诉我江泥的江是江氏集团的江啊？我的小命还得要呢。他立马解开我身上的绑带，我感觉身体重获自由，虽然虚弱至极，但我硬撑着从手术床上爬下。我走到崔静凯和婆婆面前，身体微微颤抖。我清晰而坚定地说：“你们是人吗？我真是瞎了眼，我要离婚。”崔静凯面色苍白，婆婆气得嘴唇发抖。我转身步出手术室，每走一步，心中的压迫感就减轻一些。前方的路虽然未知，困难重重，但至少我能重新开始了。我当初离家出走，非要和崔静凯在一起。崔静凯和我的婚礼宴会刚刚开始不久，突然门被推得砰的一声，赵雅瑶狂风般冲了进来，身穿白色婚纱，手里还拿着一束凋零的玫瑰。她的眼睛里满是狂怒和失控，嘴里不停地喊着：“崔静凯是我的。”她的样子惊得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，连音乐都戛然而止。崔静凯的脸一下子白了，她赶紧从座位上站起来，想要去解释，但赵雅瑶已经冲到我们面前，她挥舞着手中的玫瑰，向我猛砸过来。婆婆赶紧上前，一把抓住赵雅瑶的手，努力将她往门外拖去。赵雅瑶挣扎着，尖声喊叫，她的声音几乎震破了整个宴会厅的天花板。婆婆眼里也含着泪，但她没说什么，只是紧紧地拉着赵雅瑶的手臂，直到将她拖出宴会的大门外。婚礼继续进行，但是气氛已经完全不对劲了。音乐再次响起，但显得格外刺耳。我看着崔静凯，她的脸上有着明显的尴尬和愧疚。喜宴结束后，我拉着崔静凯到一旁：“那个女人，她是谁？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？”我质问道。崔静凯看着我，似乎在寻找一个能让我信服的解释。她是我大学时期的女友。她的眼神有些闪躲。我们早就分手了，她无法接受。我保证，我和她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我愣了一下，突然间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压迫。崔静凯抓住我的手，他的眼神是认真的。相信我，未来我会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，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。他的眼神里满是诚恳。我看着他，点了点头，我相信你。回到家中，崔静凯和婆婆跟了上来，他们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继续劝我，说什么都是为了我好。这些虚伪的话让我恶心至极。不久，父亲闻讯赶来，他走进屋子的那一刻，我看到了他面色铁青的脸，深深的眼窝里闪烁着怒火。他看着我，再看看崔静凯和婆婆，我知道他已经明白了发生了什么。父亲的手颤抖着，他走到崔静凯面前，狠狠地给了他一个耳光。这一巴掌打得崔静凯直接摔倒在地。你怎么对我女儿做的这些事？你简直不是人！父亲的声音在整个房间里回荡。崔静凯痛苦地爬起来，他开始辩解，是他自愿的，我没有逼他。我听了不禁冷笑。如果不是我突然醒过来，他们就真的会把我的肾摘除给他的前女友。你还有脸说？你简直是畜生不值！父亲再次冲上去想打他，但是被我拦了下来。爸，算了，不值得。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尽管心中的愤怒犹如熊熊烈火。父亲看着我，眼中满是心疼和愧疚。妮，对不起，是爸没有保护好你。我握着父亲的手，感觉有些酸楚。
如果当初我没有那么倔强，也许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崔静凯和婆婆最终被赶了出去，他们的哀求和哭泣在我耳边回荡，但我知道，我再也不会为他们的虚伪所动了。看着窗外的天空，我知道，从今往后，我要开始新的生活，没有他们的纠缠和虚伪。婚后，崔静凯把我带回他的老家，说带我看看他成长的地方。回到他家的老房子，走了一天很热。他笑着对我说：“我去洗个澡，你随便看看。”我点点头，他转身走进了浴室。我开始在他的家里闲逛，想要更了解他。突然，我发现了一个旧旧的日记本，它就放在书架的角落里。我好奇地拿起来，翻开了其中的一页，每一页都是他对赵雅瑶的暗恋。我忍不住翻开看了起来。他写道：“今天他穿了白裙子来上课，像个天使。今天运动会他摔倒了，我好担心。今天有个家伙跟他表白，我把他揍了一顿。今天捡到他丢的头绳，还是香香的。”每一个字，每一个句子，都透露着他对赵雅瑶的喜欢。但我安慰自己，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现在他选择的是我。我把日记放回原处，看到崔静凯放在沙发上的衣服，我决定叠一下。把衣服拿起时，他的钱包从口袋里滑落出来。我弯下腰拿起钱包，却意外地发现了里面夹着赵雅瑶的照片和那条头绳。我呆住了。钱包里的照片是赵雅瑶笑得灿烂的样子，那条头绳就夹在照片旁边。这时，浴室的门打开了，崔静凯笑嘻嘻地走了出来，一双清澈的眼睛看着我，完全没有察觉到我的心已经冰凉。我主动找到父亲，我想去公司上班。父亲别提多开心了。我换上职业装，重新整理了一下心情，准备在股东大会上展现出新的自我。我知道，这是展现给所有人，我依然是那个能力出众的女人的最好机会。股东大会正式开始，我站在台上，面对众多熟悉和陌生的面孔，心中没有一丝波动。我阐述了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，得到了场下的阵阵掌声。然而，就在这时，崔静凯和赵雅瑶突然闯入了会场。他们挥舞着一些文件，高声喊道：“他有精神疾病，他想要把所有财产都据为己有。”会场顿时哗然，众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和他们身上。我看着他们，心中不禁冷笑，真是不要脸到了极点。他们走到台前，试图抢走我的话筒，我冷静地退后一步，任由他们在台上嚎叫。看，这就是他的医学报告，他有严重的精神疾病。崔静凯努力地想要证明什么，但所有人都看出了他的虚伪和可笑。父亲愤怒地站了起来：“保安，把他们带出去！”保安迅速上前，将他们两人拖了出去。他们的尖叫声在会场上回荡。我走回台前，拿起话筒，淡淡地说：“我相信各位股东能够分辨是非黑白。我们现在继续。”我看向前方，心中的抱负更加坚定。股东大会后，我逐渐适应公司的事情，慢慢步入正轨。然而，那一家人依旧没放弃。我正在和公司高层开会。崔静凯和赵雅瑶的出现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，包括我。他们的指控如同炸雷一般在室内爆炸，贪污、逃税，每一个词都像是在试图撕裂企业名誉。崔静凯用指尖敲击着桌面，他嘲讽着：“看看，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正直企业。如果你不合作，这些证据我会毫不犹豫地交给法律机关。”我心中的怒火在翻腾，但我知道不能在这时失控。我缓缓地坐下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：“你们想要什么？”
赵雅瑶得意洋洋地说：“只要你愿意给我1颗肾的钱，这些资料自然不会见光。”我冷笑：“你们觉得你们能以此威胁我？”崔进凯和赵雅瑶的脸色变了，他们没想到我会如此冷静。我继续说：“我会让我的律师团队好好检查这些所谓的证据，看看究竟谁是罪犯。”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刻，父亲成了我最坚实的依靠。那天，父亲请来了律师，将多年来的公司记录一一呈现在我面前。每一个文件，每一份报告，都是父亲和集团辛勤努力的见证。父亲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倪妮，这些年来，江氏集团没有1分钱是昧良心的。这里每一份记录都清清楚楚，没有1分不挣的钱。”我打开文件，一页页仔细翻看，每一个数字，每一个记录，都透露出父亲对于我、对于江氏集团的用心。这些数据的背后隐藏着父亲对我无言的期望和保护。我抬头看着父亲，他的眼中充满柔情，这是我很久很久没有见过的。也许从我选择离开那天开始，他的心就一直放不下，但他从未强求，只是默默地守护着我，守护着集团的一切。我站起来，走到父亲身边，紧紧地抱住他：“谢谢你，爸爸。”父亲轻轻拍了拍我的背：“你是我的骄傲，我们一起面对，没什么过不去的。”在父亲的怀抱中，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全感。直到现在，我才真正明白，父亲留给我的不仅仅是集团的财富，更是坚持和信仰。从小到大，我都是那个被周围人羡慕的孩子，不仅父母宠爱有加，家境也是让人艳羡的。可是，当母亲因病离世的那一天，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。失去母亲的我开始变得叛逆无边，抱怨父亲对母亲的不闻不问。他为了公司把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了那些冰冷的文件和会议，而忽略了身边温暖的家庭。每想到这，我都会找父亲吵架，指责他冷血无情。每次吵架结束，他总是笑着抱我在怀里，轻轻地说：“乖，爸爸知道错了。”但年少的我总是过了一会儿又会忍不住抱怨。家里的亲戚看不下去父亲的孤单，总是不断地给他介绍对象，希望他能再婚。然而，父亲每次都婉拒了他们，他总说：“我有女儿，有钱，我不需要再婚。”我不想给他找个后妈。父亲唯一一次和我吵架，是我告诉他我要嫁给崔进凯的那天。他愤怒地拍了拍桌子，责怪我不懂事。他说崔进凯不是好人，他不值得我去爱。可我不听，我觉得父亲只是在控制我的人生。我愤怒，坚定地对他说我会证明崔进凯的真心。那次吵架过后，我们很长时间没说话，直到崔进凯的真面目暴露，父亲还是第一个站在我身边，没有丝毫的责怪和嘲讽，只有深深的爱和包容。现在想想，父亲的世界也在母亲离世那天崩塌，但他选择坚强，为了我，为了我们的家。眼看正面威胁我不成，崔进凯竟在网络上抹黑我。我本想不理会，公司的事务繁多，哪有时间搭理他？然而，我的闺蜜琳琳看不下去了，带着其他小姐妹在网络上发表文章，力挺我。谁不知道倪妮是我们中最有头脑、最有能力的？那些恶意的抹黑纯属子虚乌有。我们都知道倪妮的为人，那些负面新闻简直是岂有此理。然而，崔进凯和赵雅瑶的团队似乎早有准备，几乎是在闺蜜们的声援刚刚出现时，她们就迅速反击。他们雇佣了一群网络水军，发布了一系列捏造的负面新闻和照片，将我和闺蜜们描述成富家千金的堕落和无能。
甚至 P 图了几张我们在夜店狂欢的照片。看看，这就是所谓的高贵富家女。他们在网上恶意传播，甚至不惜用低俗的语言侮辱我们。这些造假的信息很快就在网络上火了起来，让我们成了全城的笑话。每个人都在讨论这个富家千金群体的堕落，甚至有人在街头指指点点，议论纷纷。我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些诋毁和侮辱，心中五味陈杂。父亲以庄重的仪态走上发布会的主舞台，清晰有力地宣布我为江氏集团的新一任继承人。台下掌声雷动，闪光灯闪烁不停。接过父亲递来的话筒，我打开手中的文件夹，里面装满了江氏集团多年来的财务报表和税务记录。我逐页展示，每一个数据，每一个账目都清晰透明。江氏集团从未有过一分不正当的收入。台下的人都安静下来，聚精会神地听着。随后，我将大屏幕切换到崔靖凯家族的恶行录像，一幕幕令人发指的画面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震惊。崔靖凯的虚伪和赵雅瑶的阴险被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发布会结束后，社交媒体炸开了锅。难以置信，原来一切都是崔靖凯设计的。支持江小姐，原来她是无辜的。一条条评论如同潮水般涌现，舆论开始倾向于我。崔靖凯很快就感受到了压力的重山，他的公司因为他的恶行而对他采取了严肃处理，最终他被赶出了公司大门。网络上曾经对我指指点点的谣言和恶语消失无踪，取而代之的是对我的支持和理解。同时，崔靖凯和赵雅瑶也失去了公司资源和人脉来对付我的能力。我看着新闻上报道崔靖凯被开除的消息，心中的郁闷和屈辱如同烟消云散，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感油然而生。那天晚上，我手头堆满了未处理的文件，林林的电话突如其来，声音里的震惊和急切让我感觉事情不妙。我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，冲到了约定的咖啡馆。我刚一进门，琳琳就迫不及待地将一个密封文件夹塞到我手中，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愤怒和不解。我拿出文件，展开一看，是一份医院的检查报告。报告上清清楚楚写着崔靖凯和婆婆的配型与赵雅瑶完全匹配。原来他们不愿意为赵雅瑶捐肾，所以才会打我的主意。我瞬间明白了他们的阴谋，愤怒让我的心狠狠地颤抖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怀着满腔的怒火找到了崔靖凯和赵雅瑶，直接将报告摔在他们面前。他们显然没想到我会有这份报告，愣在了原地。我瞪大了眼睛，指着婆婆和崔靖凯，明明自己做过配型，还匹配成功了，怎么不愿意救救你亲爱的前女友呢？赵雅瑶抖着手拿起报告，仔细看了看，然后瞪大了眼睛，愤怒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她愤怒地质问崔靖凯：“靖凯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你当初告诉我说配型不成功，现在怎么回事？”赵雅瑶泣不成声，崔靖凯和婆婆的脸色已经白得不像人样。崔靖凯的声音中带着一丝绝望与焦急：“雅瑶，我给你，我们现在就去做手术。”他的话让我震惊，我从未想过他会在赵雅瑶的威胁下做出捐肾的决定。但很明显，他已经无路可退。赵雅瑶的愤怒像是一把锋利的刀，逼迫他做出了这样的选择。我站在冰冷的医院走廊，看着婆婆在手术室门前焦急地来回踱步，她的眼中充满了恐惧与绝望。崔靖凯的手术似乎并不顺利，手术室的灯一直是红色的。突然，医生叫来了更多的医护人员，
走廊的紧张气氛让人几乎窒息。婆婆的手不停地颤抖，她的脸色已经变得苍白如纸。时间在这绵长的等待中一分一秒地流逝，走廊的钟声在这样的氛围下显得格外刺耳。终于，手术室的门打开了，医生慢慢走了出来，他的眼中透露着疲惫和严肃。我们尽力了，但是他的情况不是很稳定，现在还不能确定他能否度过危险期。医生的话像是一块沉重的石头，砸在婆婆的心上。她瞬间崩溃，跪倒在地，泣不成声。我看着她的背影，心中五味杂陈，无言地转身离开，头也没回。背后是婆婆绝望的哭泣声，伴随着医生的安慰声。父亲的支援不仅仅体现在资金上，他为我接触了业界的大佬，帮助我解决了公司的法律纠纷。朋友们的支持也是形式多样，有的帮我舆论应对，有的为我提供法律咨询。每个人都在为我分担压力，让我感受到不一样的温暖。以前的日子仿佛压在心口的一块巨石，让我呼不过气。崔静凯和婆婆的冷嘲热讽，让我每天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现在的生活截然不同，每天醒来，我都能感受到新的希望和期待。工作变得繁忙但充实，每天都有新的挑战在等着我。父亲也开始花更多的时间陪伴我，我们一起吃饭、聊天，甚至一起去钓鱼。那些曾经错过的时光，我们开始慢慢找回。朋友们也变得越发重要，他们是我在这个城市的依靠。每当工作压力让我感到窒息时，是他们让我找回生活的乐趣。看着你现在，我都替你松了一口气。闺蜜琳琳在一次聚会上笑着说，她的眼睛里充满了为我感到高兴的光芒。我也是，现在的生活让我感觉一切都值得。我笑着回应，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。是的，生活从未像现在这样让我感到充满希望和期待。听说你那位前夫现在虽然醒过来了，但是路都走不了了，真是报应啊。琳琳一边调整着手中的红酒杯，一边不经意地提起了这个话题，声音里满是讥讽。是啊，我听说他现在连床都下不了，真是像当初他多威风啊。另一个朋友也在旁边附和着。我微微一笑，尽管有些尴尬，但心中的确是有些释然。那个曾经令我痛心疾首的男人，现在终于尝到了他应得的果报。他的虚伪和残忍，最终只能让他自食其果。不过，你可千万别心软啊，别到时候看他可怜又去救他。一个关心我的朋友提醒我说，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担忧。放心吧，我不会的。我坚定地回应，心中早已没有他的位置，他的生活不再与我有任何关系。朋友们都点点头，看着我现在的坚定和从容，都为我感到开心。他们知道我经历了多少的痛苦和折磨，也终于走出了那段阴影。好了，不提他了，咱们来聊聊最近有什么好玩的事吧。我转移了话题，不想让聚会的气氛被那段不愉快的记忆影响。我们开始聊起了各自的生活和有趣的事情，笑声和愉快的谈话声充满了整个房间。雨天总让人感觉有些压抑，那天正是个阴雨绵绵的周三。我穿着一身深色的西装，心情平静而坚定地走进了法庭。崔静凯也出现了，他的面色苍白，显得憔悴不堪。这让我想起了他曾经对我所做的一切，心中更加坚定了要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。庭审开始了，律师简明扼要地陈述了事实和提供了充足的证据，证明崔静凯的罪行。随着证据的逐一呈现，崔静凯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，他的律师也开始变得手忙脚乱。
在最关键的时刻，崔进凯突然间晕倒了，法庭上顿时一片哗然。但法官看起来很是冷静，他叫来医生进行了简单的检查后，确定崔进凯是因为只有一个肾，体力不支。于是庭审继续进行。最终，在审理完所有的证据和听完双方律师的陈述后，法官作出了判决：崔进凯有罪。听到这个判决，我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，感觉像是卸下了一座重山。而崔进凯则是低着头，看起来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他的律师紧紧握着拳头，显然也为这个结果感到震惊。法庭外，雨还在下，我走出法庭的那一刻，心中的阴霾似乎也随着雨水洗刷得一干二净。在一个晴朗的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户洒满了我的办公室。我正准备审阅一些文件，突然接到了前台的通知，说有人来找我，是崔进凯的母亲。我一愣，心想他来找我做什么？但还是决定见见他，看看他究竟有何事。我走出办公室，见到了婆婆。她已经老了许多，眼里满是焦急和无助。她直接跪在我面前，抽泣着说赵雅瑶在移植肾脏手术时，因为护理不当导致伤口感染住院了，他们没钱治病，希望我能借点钱给他们。我愣住了，心里的情感非常复杂。眼前这个老人曾经一手策划了那个可怕的阴谋，现在却为了赵雅瑶的生命来求我。我尽量让自己冷静，然后冷冷地说道：“你拿个肾来换吧。”婆婆愣住了，她似乎没想到我会这样回应。她站起来，满脸的绝望，默默地转身离开。我回到办公室，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几天后，我从闺蜜琳琳那里听说，婆婆真的去了一个不怎么正规的小诊所准备切肾，可是手术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事故，婆婆就这样失去了生命。我听到这个消息时，心里一震，感觉有些不可思议。我坐在窗前，看着窗外的云卷云舒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人生的变化真是太无法预料了。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，但我已经准备好去面对所有的挑战。我也为自己做了未来的规划。我想，也许我会遇见一个愿意携手共度余生的人，我们会彼此支持，共同成长，直到生命的尽头。我微笑着，满怀期待和信心地看向远方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